我现在在我还在丽江，我现在到那个丽江白沙古镇这边，我还没有离开丽江啊。我觉得现在疫情还是不要到处跑比较好，这样。我带你们去看一下，古镇的位置就在那个后面，这边是一个庙宇，白沙壁画，他说有300多年的历史。很可惜现在我进不去了，因为他们说不让拍摄，所以我没办法进去拍。对，这里就是他的那个门口。这里是我见到所有那个云南吧，尤其是在丽江范围，外国人最多的地方。这里有上千年的历史，是最早的那个吧，丽江的那个商业政治中心。然后束河古镇跟那个丽江古城都是后期才发展出来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历史最久的石桥，比那个束河古镇那个石桥还要老。对，那边都是什么餐厅跟客栈，这里很小，其实也就我看几条街而已。好像在解放之前，光这个小镇就有150家的那个银器店，手工银器店，还有那个纺织很特别发达以前。然后随着时代变迁，慢慢没有了。今天太阳特别大，我带错镜头了，然后会有点曝光，有点白啊。小东西在这边，这是古镇的核心啊，但不大啊。他们写世界文化遗产纳西古王国之都，就从这边开始，纳西人民从这个地方开始的。白沙古镇历史悠久，1000多年历史。白沙古街是丽江最早形成的集市，是世界文化遗产，丽江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就是那个白沙壁画，就是没办法进去拍了，可惜了。请问你一下，有个石桥在哪里啊？在那边走啊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先去看石桥先。这么可爱啊！就这个吧，看起来不够壮观，没有束河古镇那个漂亮，石头也没有磨了束河古镇那个人。不过这个比较老，走的人少了。所以这就是以前的茶马古道必经之路，因为这条线开始了嘛，才有束河古镇那条，然后它有后面那个网红的那个丽江古城那一个。我们再走回去那个四方街，看左边走看，然后之后再去右边。我估计这个古镇就这样子。平沙。我又回到四方街了，现在我往北走看看北边有什么。这个传统服饰。你看这建筑物，好有历史建筑。看出来那这个是斜的吗？后面的冰箱也是斜的，整个房子都是斜的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不是画面扭曲啊，这是全部，你看它斜就是斜的。古玩。
轻而易举。我们现在走回街另外一边看一下，这是古城的另外一边了。吃饭了，普洱茶、奶茶、咖啡，等下我也找地方吃个东西。哎，这有猫吗？看一个鸣猫舍，好像有猫哎。先逛完吧，在太阳下去之前，然后再吃。这卖茶叶的。这明信片的地方，精品的，卖精品的。任老师，你坐的不要动。哎，三个来给你来一张。这都是咖啡甜品。这下面就是村落，我们下面就住宅区了。OK， 好。这手工艺。那人。下面就不多了，下面应该就没有了。那下面也没了，就民宅了。然后这边有个拍铝拍的，看300块20张，精修5张，打印2张。找我拍啊，我拍都不收钱了。看这里的那个，你看这里的垃圾车，你们看那种小贩，杂货店，移动的，什么锅碗瓢盆扫把啊，